您是否也有过蹲在马桶上30分钟依然卡住的经验？便意明明酝酿已久，却怎么也解不出来，腹胀难忍，心情也跟着烦躁。其实，便秘早已是现代人的通病。以台湾为例，超过525万人深受便秘之苦，甚至有一半的上班族有排便不顺的困扰。长期排便困难不仅影响生活品质，研究更指出，严重便秘可能引发焦虑、忧郁等心理问题。难道摆脱便秘就只能靠终身吞服泻药度日吗？难道没有更天然又有效的办法吗？现实情况是，传统泻药虽然见效快，但长期依赖可能让肠道变得偷懒。医师警告，刺激性泻药用多了会使肠道蠕动能力下降，日后反而更离不开药物。不少人深陷不吃药拉不出的恶性循环。而最近5年的研究带来了希望，科学家和医生们发现，其实有5种天然的通便神器，可以温和地帮助我们顺利排便，不用担心药物依赖。其中最后压轴介绍的那一项，被称为真正的治排便之王了，许多医生自己都在用。现在就让我们来一探究竟，看看哪些天然方法能让肠道恢复活力，彻底终结便秘烦恼吧。天然通便剂1：晨起1杯温水，启动肠道反射。早上起床，您第一件事做什么？如果经常便秘，不妨学习许多医师推荐的简单妙招，空腹喝1大杯温开水。这听起来太简单，却蕴含科学道理。人体在清晨苏醒时，肠胃也进入准备活动的阶段，此时快速饮下1杯约250到500 cc 的温水，可以刺激胃结肠反射，犹如按下肠道的启动开关。温水进入胃部造成轻微扩张，会反射性的促进大肠蠕动，加速粪便向直肠推进。很多人早上喝水后很快就有便意，这就是原理所在。有位便秘30多年的网友分享了自己的神奇经历，他试遍各种高纤食物，甚至一度只能靠软便剂维持，但某天灵机一动，晨起空腹连喝了3大杯水，没想到困扰多年的顽固便秘居然奇迹般缓解，之后持续2年排便都很顺畅。这则见闻在网络上引发热议，许多人跟进尝试后也表示，早上大量喝水确实有帮助。当然，每个人体质不同，未必每个人都需要喝到3大杯那么多。不过，充分的水分摄取绝对是预防及改善便秘的基石。水分就像肠道的润滑剂和软化剂，没有足够的水，纤维再多，粪便也会又干又硬，难以排出。所以，对抗便秘，从每天早上1杯温水开始，给沉睡的肠道来点唤醒的信号吧。除了白开水，有条件的朋友还可以选择富含镁离子的天然矿泉水来补充。最新研究指出，和自来水相比，含镁丰富的矿泉水通便效果更佳。镁离子是一种渗透性泻剂成分，能吸附水分进入肠腔软化粪便。有临床试验发现，每天饮用富镁矿泉水可以显著缩短粪便通过肠道的时间，减轻便秘症状。难怪营养师建议便秘的人多留意饮水水质，必要时补充含镁的水或镁盐，为肠道加点润滑油。当然，重点还是在于足量的水分摄取。成人每日至少应喝1500到2000毫升的水，每一口水看似平凡，却是在为顺畅排便打好基础。当水分够了，纤维才能发挥魔法，肠道里的消化残渣才能变得湿润柔软，顺利滑出体外。天然通便剂2：高纤水果奇异果，科学证实胜过药物的便秘克星。说到高纤维水果，许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可能是香蕉。然而，营养专家发现，香蕉并不是最强的通便水果。例如，如果吃下未熟的青香蕉，里头的抗性淀粉反而可能让肠道更不通畅。而近几年的研究，把目光投向了一种外表其貌不扬的绿色小水果——奇异果。猕猴桃，它正在崛起为便秘克星中的明星。大肠外科医师钟云妮就大力推荐奇异果，称其纤维结构是最适合促进排便的黄金组合比例。奇异果含有丰富的不可溶性纤维和可溶性纤维，两者比例约为2:1。这意味着奇异果既提供肠道良好的骨架来增加粪便体积，又含有能吸水成胶的纤维来柔软粪便润滑肠道。一方面让排泄物蓬松不结块，
容易被肠道蠕动推动，另一方面又保持适度湿润，不会干硬如羊粪粒卡在那里。对便秘者来说，真可谓双管齐下的完美纤维。更神奇的是，奇异果中还含有一种独特的天然酵素——奇异酵素。这种酵素可以帮助分解食物中的蛋白质，把大分子拆解得更柔软，易消化。对于肠胃蠕动较慢、消化不良的人，饭后来一颗奇异果，有助于减轻肠胃负担，减少食物残渣在肠道发酵产气的问题。也就是说，奇异果不仅提供纤维促进排便，还能改善整体消化环境，从源头减少了便秘的发生。难怪营养师形容奇异果是高营养密度水果，小小一颗蕴含多种有益成分，对肠道健康帮助极大。科学家当然不会放过验证奇异果威力的机会，就在2020年，美国消化医学杂志发表了一项令人震撼的研究结果。研究人员招募了慢性便秘患者，将每天2颗绿奇异果与传统的纤维补充剂洋车前止壳，常见于市售的异鲜粉进行对比试验。4周之后，奇异果组的参与者每周平均多排便 1.5 次以上，而且反映腹部不适明显减轻。这效果不仅不输给洋车前止壳，甚至在某些指标上更胜一筹。更棒的是，相较于吃纯纤维粉，有些受试者反映每天嚼2颗酸甜多汁的奇异果，身心感受都更佳，依从性也更高。换句话说，奇异果让通便这件事变得美味又开心，而不再只是吞下乏味的粉末或药丸。除了这项研究之外，近年还有多篇临床试验和文献支持奇异果的通便功效。例如有报告指出，奇异果对于患有肠燥症便秘型的人同样有效，能改善其粪便形态和肠道舒适度。甚至有专家提出，奇异果富含的多酚和膳食纤维能调节肠道菌群，长期食用可以增加有益菌，改善肠道生态环境。肠道菌相的改善又进一步有助于肠道蠕动和神经调节，还可能对情绪健康带来正面影响。这样看来，天天2颗奇异果或许不仅让你排便顺畅，还可能让你心情更愉快呢。难怪奇异果近来屡屡被冠以各种响亮的称号，便秘克星、肠道清道夫，甚至有媒体标题直接说，绿色奇异果比泻药更有效，自发性排便次数提升 1.7 倍。对于那些因便秘而苦恼的人来说，奇异果的出现仿佛是一场现实逆转。原本以为只能依赖药片，如今却发现超市里随手可得的水果就能解决大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要充分发挥奇异果的效果，建议连续食用至少4周以上，每日保持在2颗左右的摄取量，最好选择新鲜成熟的绿奇异果，早上或空腹时食用效果尤佳。很多医生和营养师自己也养成了天天吃奇异果的习惯，把它当作维持肠道健康的秘密武器。如果您过去还把奇异果当作可有可无的水果，看完这些科学发现，或许该考虑让奇异果成为餐桌上的常客了。天然通便剂3，西梅苷与梅子汁经典排便神器的科学复活。在天然通便食物中，西梅可谓历史悠久的经典选手。早在几十年前，西方国家的祖父母辈就流传着每天早晨一杯西梅汁，通便顺畅不求人的经验谈。西梅其实就是离子苷，也就是新鲜离子脱水风干后的产物。别看它其貌不扬，皱巴巴黑黑的，通便实力可不容小觑。随着科学进步，研究人员对西梅苷进行了成分解析，找出了其中的秘密武器——三梨糖醇和膳食纤维以及其他天然糖醇类。例如，每100克西梅苷中含有约15克三梨糖醇，这是一种难以被小肠吸收的糖醇。三梨糖醇在大肠中会产生高渗透压效果，能携带水分渗入肠腔，增加粪便含水量，使粪便软化膨胀。同时，三梨糖醇还会发酵产生气体，这些气体仿佛在肠道内变成推进器，增加肠道内容物向前推动的压力。简单来说，西梅就像在肠道里放了一只清道夫加推土机的组合，一方面吸水软便，一方面产气助推，让你的肠道一扫积滞，快速排空。除了三梨糖醇，
西梅中的果胶等可溶纤维和木糖醇等成分也参与了通便作用。虽然西梅干每100克纤维含量仅约 1.4 克，并非特别高，但胜在综合作用强，多种成分协同，效果反而比单纯的高纤食物更直接明显。难怪有人戏称西梅是肠道清洁大师，吃下去后肠子里就像启动了自动洗涤模式，把宿便都冲刷出来。近年的临床研究也印证了西梅的疗效。一项对照试验中，研究者让慢性便秘受试者每天饮用60毫升西梅汁，连续8周，结果发现受试者的粪便硬度显著下降，排便次数和顺畅度都有改善。更有意思的是，轻度便秘者在喝西梅汁期间几乎不再需要依赖泻药，也就是说，西梅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替代部分泻药的功能，这让医学界重新审视这种传统偏方。2011年有研究直接比较了西梅干与洋车前止壳的效果，结果显示每天吃一定量西梅干对改善便秘的作用不逊于传统纤维补充剂，而且接受度更高。2022年的一份营养学期刊综述也再次确认，西梅干是缓解便秘的安全有效食疗，建议可作为首选的天然方案之一。除了通便，西梅干还有附带的健康益处，它富含抗氧化的多酚含维生素，常吃对心血管有益。有研究发现，每天适量西梅干还能降低体内坏胆固醇，对中老年人的代谢健康有帮助。当然，西梅干含糖量较高，100克约含38克糖，热量不低，因此不宜无节制的当零食猛喝。一般建议将西梅干作为清晨或睡前的小剂量通便食疗即可。例如，每次吃3到5颗西梅干，一周进行2到3次。很多人反映早上空腹嚼几颗西梅干，然后配一大杯温水，过不了多久就有便意光临，效果相当不错。如果觉得直接吃干梅子口感偏甜腻，也可以将西梅干切碎拌入优格或燕麦中，同样能释放其中的有效成分。值得一提的是，西梅的威力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强得让人招架不住。网络上流传着西梅汁让人化身喷射战士的细语，形容有些人喝完西梅汁没多久就得直奔厕所，排便速度又急又猛，仿佛马桶都要被炸掉。当然，每个人体质不同，对西梅的敏感度也有差异。如果您是首次尝试，建议先从小量开始，不要一开始就喝太多或吃太多，以免肠道来不及适应而出现腹泻。不过话说回来，对那些饱受便秘折磨、排便艰难如登山的人而言，能体会一次喷射般的顺畅感，或许也是求之不得的解脱吧。总之，西梅干这款经典天然通便剂，如今已在科学证据的支持下华丽复活，成为营养学界和临床医师都乐于推荐的法宝。家中常备一些西梅干或西梅汁，关键时刻拿出来派上用场，或许就能免去吃药开塞的痛苦了。天然通便剂是益生菌与发酵食品善用好菌部队，唤醒慵懒肠道。很多人只把目光放在粪便本身，却忽略了肠道里住着数以兆计的细菌，它们对排便的影响至关重要。我们的消化道其实是一个人菌共生的生态系统，肠道菌相平衡则消化顺畅，排便正常；菌相失衡则可能出现便秘、腹泻、交替等问题。近期研究更揭示，慢性便秘患者的肠道菌群构成和健康人明显不同，某些有益菌偏少，有害菌偏多。因此，科学家和医师开始尝试从调节肠道菌丛入手来解决便秘难题，其中补充益生菌成为一大重点方向。益生菌指的就是对宿主有益的活性微生物，比如我们熟知的乳酸菌、双歧杆菌等。传统上，人们常透过优格、优酪乳等发酵乳制品或腌制食物来摄取益生菌。那益生菌对于通便到底有没有用呢？最近5年的多项研究给出了肯定的答案。举例而言，2020年发表在消化领域的一项随机对照试验发现，补充特定株式的罗伊氏乳杆菌可以显著改善功能性便秘患者的排便频率。受试者每天服用含罗伊氏乳杆菌的益生菌后，肠道蠕动增加，每周自行排便次数明显上升，相较安慰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这说明了并非所有益生菌都有效，
但特定菌株对便秘是有针对性帮助的。罗伊氏乳杆菌就是其中表现突出的一种。目前市面上一些专门调理肠道的益生菌产品也开始添加这种菌株。医师建议便秘患者可以咨询专业人士，选择含有经临床证实有效菌种的产品来试用。当然，除了胶囊或粉末的益生菌补充剂，每天吃一些发酵食品也是更简便经济的途径。比如无加糖的优格、优酪乳就含有丰富的活性乳酸菌，是肠道好菌的重要来源。还有传统的发酵食物，如酸菜、韩式泡菜、味噌汤、纳豆等，也都蕴含对肠道有益的菌种和酵素。这些好菌进入肠道后，能够帮助分解食物残渣，产生短链脂肪酸，促进肠道蠕动。同时，它们和肠壁上的免疫细胞互动，具有抗发炎作用，能减轻肠道慢性炎症对蠕动功能的干扰。简而言之，益生菌就像一支勤劳的清道夫部队，帮我们清理肠道环境，维持菌丛平衡，让肠道动力十足。值得注意的是，心理压力和情绪也会通过肠脑轴影响肠道的蠕动节律。许多上班族因工作紧张、作息混乱而引发便秘，就是这个原因。而健康的肠道菌群能帮助合成一些神经传导物质和维生素，调节我们的大脑功能和情绪。这也许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调整饮食、补充益生菌之后，不仅排便通畅了，人的心情似乎也跟着开朗起来。有趣的是，科学家发现肠道中负责分泌血清素的细胞大约有 90% 都受肠道菌影响。血清素不足容易导致忧郁，而肠道菌群失调会让肠道产生的血清素变少，进而影响情绪。所以嘱咐便秘患者补充益生菌，有时不仅仅是为了通便，也是为了全身甚至心理的健康考量。一位肠胃科医师就分享过他的经验，一名长期便秘兼轻度忧郁的年轻女性，经过调整饮食，多摄取发酵食品，并搭配益生菌补充，3个月后不但解除了多年便秘的痛苦，就连心境也明显开朗了许多。这再次印证了粪便通则心情松的奥秘关联。对一般人来说，每天吃点优格其实是很容易办到的事，不妨养成在早餐或饭后来一杯无糖优酪乳的习惯。如果想加强效果，可以试试把前面提到的奇异果切块拌入优格中，食用纤维加上益生菌的黄金组合相辅相成，或许能让你的肠道加倍顺畅。许多医师自己也喜欢每天早上来一杯优格或养乐多，他们深知保持肠道里好菌旺盛，坏菌受到抑制，排便自然就会规律而轻松。善用这支好菌部队，你的肠道或许很快就会告别慵懒，恢复原本应有的活力。天然通便剂5，奇亚籽等富纤维种子小种子的膨胀魔法。别看体型小，种子类食物可是纤维和营养的浓缩宝库。其中近年来备受推崇的当红明星非奇亚籽莫属。这些黑色小种子遇水就能体积暴涨，形成胶冻状物质，正是它神奇通便功效的关键。奇亚籽富含可溶性纤维，能吸收自身重量10数倍的水分，周围形成一层滑滑的凝胶。当我们食用泡过水的奇亚籽后，这些凝胶纤维在肠道中增加粪便体积，同时使粪便保持柔软湿润，宛如在肠道内撑起一张张小海绵。粪便体积变大，刺激肠壁，有利于诱发蠕动，而柔软的质地又让移动变得顺畅不刮擦。对于肠道蠕动迟缓、粪便干结的人而言，奇亚籽的这种膨胀加润滑双效，无疑提供了极大助益。有趣的是，奇亚籽在社群媒体上还引发了一股内在清肠水风潮，许多人分享早晨空腹喝一杯混含奇亚籽、柠檬汁和水的饮料，据称几天内便秘就明显改善。虽说 TikTok 等平台上的流行趋势不见得都有科学依据，但至少从原理上看，奇亚籽水确实具备通便的条件水、纤维和酸性刺激。一些营养师表示，奇亚籽本身没什么特殊魔法，效果主要来自于大量的水搭配高纤维共同作用。不过胜在做法简单，口感也不差。奇亚籽没有味道，喝起来像葡萄柚水加一层果冻感，因此作为食疗尝试是无妨的。至少它提醒了我们，
种子类食物是额外摄取纤维的极佳来源。从科研角度，对奇亚籽通便作用的研究也在展开中。2022年，美国的一项临床试验比较了奇亚籽、洋车前籽和聚乙二醇常见泻剂成分对慢性便秘的疗效。初步结果显示，每日定量摄取奇亚籽在增加排便次数、改善粪便性状方面，并不逊色于传统纤维补充剂洋车前籽。这让科学家们颇为振奋，因为奇亚籽毕竟是天然食物，而非提取的单一纤维。在动物实验中，补充奇亚籽还被发现能调整肠道菌群组成，增加有益菌数量。这意味着奇亚籽可能不仅直接通便，长期看对于改善肠道环境也有正面作用。不过研究者也提醒，奇亚籽究竟应如何最佳地用于便秘干预，目前数据还有限，需要更多人体试验来确认最佳剂量和用法。除了奇亚籽，还有其他很多富含纤维和有益油脂的小种子值得一提，例如亚麻籽就是营养师们常推荐的通便食物。亚麻籽同样富含可溶性纤维和 Omega-3 脂肪酸，研磨后食用既增加纤维摄取，又提供润滑油，可以促进排便且降低胆固醇。还有芝麻、南瓜籽、向日葵种子等也都含有不少纤维和矿物质，其中芝麻和南瓜籽富含的镁元素有助于放松肠道肌肉，增加肠蠕动力度。可以说，各种种子是大自然送给我们的迷你肠道清扫兵。别看它们小，一旦在肠道中吸水膨胀，影响力一点都不小。要利用好种子类的通便功效，有几个实用建议。首先，记得搭配足够的水分一起摄取。由于奇亚籽、亚麻籽等会吸水膨胀，如果水喝太少，种子在通往肠道的途中就把体内水分吸干，反而可能加重便秘。因此，一般建议将种子预先泡水或和流质食物，如优格、豆浆、果汁混合后再食用，让它们初步膨胀再进入肠道会更安全有效。其次，注意逐步增加摄取量。刚开始尝试时，少量种子就能带来明显效果，等身体适应后再慢慢增量，不宜一口气吃太多。最后，磨碎或充分咀嚼种子有助于释放其中的营养和纤维。例如，亚麻籽最好研磨成粉再吃，否则囫囵吞枣可能直接排出，作用难以发挥。只要掌握这些要点，小小的种子就能成为您对抗便秘的好帮手。每天1匙奇亚籽泡水，或在早餐燕麦中撒一把坚果种子，让肠道收获满满的纤维与营养，排便自然更顺畅。天然通便剂6，油脂润肠法。好油就像肠道的润滑剂。讨论了这么多纤维和水分，接下来要介绍的秘密武器，可能会让很多人意想不到油脂。没错，适量摄取健康的食用油，对预防和改善便秘有着关键作用。肠胃科医师们常说，只吃菜不见得排便顺，关键还要有油。这是因为膳食油脂在肠道中能起到润滑和软化粪便的效果。如果一个人长期饮食过于清淡，几乎不碰油，那纤维摄取再多，粪便可能还是干巴巴难以排出。适量的油脂就像给肠道加上一层润滑膜，让粪便滑溜溜的，更容易通过。同时，一些油脂，特别是植物油，当中含有维生素 E 等抗氧化成分，还能滋养肠道黏膜，减少发炎，间接改善肠道蠕动的环境。那么，哪种油对肠道最好呢？营养学家和医师特别推荐橄榄油。日本一位肠道权威医生就在专栏中大力提倡，每天空腹喝1到2大匙的特级初榨橄榄油，作为对抗便秘的对策。听起来有点疯狂，直接喝油不是很恶心吗？其实一开始很多人也无法接受这种做法，但试过的人往往发现效果相当惊艳。一位中年女士分享说，她因慢性便秘经常1周只能排便1次，非常痛苦。自从看了医生建议后，每天早上硬着头皮喝下约20毫升橄榄油，并补1杯温水，结果不到2天就顺利通传。持续这个习惯几周后，她的排便频率提高到2天1次，而且粪便性状明显改善，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又干又硬。橄榄油为何这么厉害？原来纯天然的初榨橄榄油未经精炼，保留了丰富的植物化合物，能刺激胆汁分泌和肠道激素释放。胆汁有助于脂肪消化，同时对结肠也有一定刺激作用，可以加速肠蠕动。
而当橄榄油随食糜进入结肠时，它润滑的特性更是如虎添翼，使粪便更柔软易排。除了直接空腹服用，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日常饮食来增加油脂摄取，比如烹调时使用橄榄油、酪梨油、鳄梨油等健康的植物油，或在沙拉里加些坚果碎、亚麻籽油调味。这些不饱和脂肪酸丰富的油脂不会像猪油等饱和脂肪那样增加心血管负担，反而对心脏有益，同时又扮演润肠通便的角色。例如酪梨、牛油果本身就是一种富含油脂和膳食纤维的水果，一颗中等大小的酪梨含有将近14克膳食纤维和大量单元不饱和脂肪，是便秘者的理想食材。再比如坚果类的杏仁、核桃、腰果，不仅提供纤维，其油脂也能润滑肠道，难怪有人戏称肠子要顺滑，适当吃坚果。当然，强调油脂重要，并不意味着要暴饮暴食、油腻食物。正如肠胃科陈医师所提醒的，油在润滑肠道上扮演重要角色，但切忌摄取过量，以免增加肠胃负担。每天1到2匙油，大约10到20克的摄取量即可，不需要也不应该把油当水灌。除了食用油，传统中医常用的麻子仁丸等中药通便方，其实也是利用芝麻油脂润肠的原理。民间偏方中的蜂蜜水则结合了水分和蜂蜜中的果糖，既润肠又提供渗透压效果。在现代医学中，有一种治疗便秘的处方药叫乳果糖，本质上就是一种糖类果糖与半乳糖的合成，作用机制与蜂蜜水类似。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很多通便方法背后都隐含着水加油加糖3要素的调配。相比之下，还是从天然食物中获取这些成分来得温和且附带营养。每天饮食中有油、有菜又有水，纤维含润滑兼备，才是保持肠道年轻有活力的长久之道。值得一提的是，有些传统强效泻药其实也是油脂类，比如蓖麻油，古时常被用来迅速排空肠道，但蓖麻油作用猛烈，容易引发剧烈腹痛和不适。如今医学上已少用，仅偶尔用于手术或检查前清肠。我们在此推荐的橄榄油、亚麻籽油等，则是副作用极低的食用油脂，不用担心依赖或伤害肠胃。所以当您感到肠道干涩难行时，不妨回想一下自己的一日3餐是否太过无油无水，适当为肠道加点油，或许就能起到4两拨千斤的效果呢。综上所述，我们介绍了5大类天然通便方法，从晨起1杯温水唤醒肠道，到奇异果和西梅干这2大水果界通便明星，再到益生菌食物为肠道补充好菌，以及奇亚籽等种子的膨胀魔法，最后还有油脂润肠这个关键但常被忽略的秘诀。这些方法各有侧重，机制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温和自然，标本兼治。它们不像化学泻药那样粗暴地刺激肠道，而是透过改善肠道环境和饮食结构，循序渐进地帮助恢复正常的排便功能。或许刚开始尝试时，见效没有药物那么立竿见影，但请相信你的身体只要持之以恒的调养，肠道会慢慢被唤醒，重新学会自己正常蠕动的节奏。一旦养成了良好的饮食和排便习惯，那种每天顺顺利利如厕的感觉，将让你彻底告别过去提心吊胆盯着马桶发愁的日子。需要强调的是，严重的便秘有时可能是某些疾病的信号，例如甲状腺机能低下、糖尿病、肠道阻塞等。因此，如果尝试以上天然方法一段时间仍无明显改善，或出现便中带血、体重骤减等异常情况，务必要及时就医，让专业医师评估。在排除器质性病变后，再来运用食疗与生活方式调整，才能更安心也更有效。大多数习惯性便秘属于功能性问题，是可以透过管住嘴、迈开腿、调节心情来逆转的。除了我们提到的饮食对策，规律运动也很重要。运动能促进全身的新陈代谢与肠胃蠕动。不少人都有经验，散步、慢跑后，肠子会比较活跃，这其实就是运动在发挥助排便的作用。最后，再让我们回到开头的那个问题，摆脱便秘真的只能靠药吗？如今答案很清楚，不，自然的办法其实俯拾皆是。从厨房到餐桌，我们就能找到对付便秘的利器。一杯温水
一颗奇异果，一杯优格，一些奇亚籽或西梅干，再加上一勺橄榄油，或许就胜过你以往吃的任何泻药。更妙的是，这些天然食物带给你的不仅是通便，还有满满的营养与健康。难怪许多消化科医生自己在日常生活中也奉行着这些秘诀：晨起喝水，每日水果，餐配优格，坚果子类不离口。他们深知这些方法的价值远胜开给自己的处方泻药。当我们善待肠道，肠道也会回报我们以顺畅与轻盈的感觉。如果你正被便秘困扰，不妨从今天起试着调整一下生活细节，运用本篇介绍的天然通便妙方，耐心给自己1-2个月时间，你或许会惊喜地发现，原来改变如此简单，马桶上的煎熬日渐成为遥远的回忆。毕竟真正的污排便之王的不是某种神奇药丸，而是我们对自身生活习惯的掌控力，以及大自然慷慨提供的种种礼物。愿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通便良方，天天顺畅，身心自在。现在就让我们举杯温开水，同庆，告别便秘，迎接轻松美好的每一天吧。